赵露思的低胸连衣裙露出了下摆，她知道男粉丝喜欢看什么。例如，有一位女演员今年才95岁，她不仅仅是一位女演员，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说明无论年龄大小，我们都可以充满激情和活力。这位女演员就是她自己，90多岁的她依然活跃在荧幕上，给人带来欢乐，让人感动。这位女演员的演艺生涯始于几十年前，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时，她只是一个谨慎的配角，但她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逐渐被观众认可，开始接到更多重要的角色。同时，她在私下生活中也不断努力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演技，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也成为了她成功的关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无意间看到了她的80岁生日，每个人都希望她退休，开始正常的度过余生。然而，她决定继续演艺事业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她坚信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真正重要的是内心对艺术的热情和热爱。她不想受到社会偏见的束缚，想证明自己仍然可以做到。结果，我开始接受很多不同的挑战，扮演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无论是喜剧、动作还是爱情，她都能游刃有余。她还主演了一系列电视剧，成为观众心中的不朽传奇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她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生活方式和锻炼习惯。她积极参加运动，在保持体型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她与大家分享，保持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是实现梦想的基础。当人们问她如何保持活力和魅力时，她总是回答：积极、快乐。她坚信幸福是一种态度，只要内心坚强，外在的困难就可以克服。她告诉大家，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都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只有不懈的追求，才能创造奇迹。她的励志故事不仅影响了观众，也激励了年轻一代。她出版了一本书，与更多人分享她的经验和见解。她在书中写道：年龄不是限制，而是动力，只要保持热情和梦想，就能不断创造无限可能。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好评，并迅速成为畅销书。除了演戏和写作之外，她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。作为一名公众人物，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她参加了许多慈善活动，捐赠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。她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和希望。她的成功不仅是天赋的结果，更是不懈努力的结果。她始终保持着谦虚、好奇的态度，不断学习、进步。她相信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和观众的需求。她在生活中积极主动，并通过成为积极的榜样来影响周围的人。因为有我这样的人物存在，年龄不再成为我们追求梦想的借口。她的励志故事让我们明白，只要我们保持热情和决心，年龄就不会成为我们追求梦想的障碍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。无论我们年龄多大，我们仍然可以过上最好的生活，继续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。正如他所说，人生如戏，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，相信自己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活下去。真正的生活，做你自己。这句话已成为他的人生座右铭，也成为无数人的动力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例子证明，年龄不能限制我们的梦想和追求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的成功和坚持给了我们更多的勇气和动力。他告诉我们，生活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年龄，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和努力。只要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热爱，我们就能过上精彩的生活，而不必担心时间的流逝。他从火中走出来，我能忍受吴刚的硅胶脸，但实在受不了黄景瑜的洗澡戏。我的人间烟火的糟糕表现，在娱乐圈引起了不少争议。杨洋不仅提升了他从火中来的知名度，也吸引了剧组其他演员的关注。例如，涂海乔、黄晓明、张翰等争议演员逐渐逃脱了杨洋的批评。同时，他从火中来的导演和演员也受益匪浅。因为相比《我的世界》这部电影，无论质量如何都不用担心被诟病。然而，
即使回顾他从火中来本身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抱怨的地方。我们先来看看女主张婧仪。原著她从火中来颇有名气，这也是影片播出后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影视剧最大的忌讳就是选角不当，这一点在张灿迪身上就得到了体现。小说中的南楚这个人物很好，而张婧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天真的女学生，她的形象并没有给人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，也不适合南素这个角色。此外，剧情将把南楚从著名网红转变成追求梦想的舞者，钓鱼的设定将不复存在。张婧仪之前的演技与这部新片中的角色几乎相似，没有突破性的演技让原著粉丝难以接受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男配角吴刚。虽然是一部偶像电影，但还是需要资深演员的贡献。吴刚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可以说是深镇定海，可惜他的脸有些问题。在快点中，吴强因为脸肿而被观众吐槽，但这一次他的问题更严重，脸肿得更厉害，连老人正常的眼袋都没有，还有更多。脸颊周围的肌肉异常僵硬，看起来就像是接受了整容注射，与自己的脸型不太相符。每当他对消防员生气时，只能看到他的嘴在动，其他部分似乎是后来添加的。虽然吴强坚称自己没有整容，而且脸部因病而变形，但类似硅胶脸的问题却让观众对他的容忍度大打折扣。最后，我们来回顾一下男主黄景瑜在剧中的表现。虽然杨洋在《我的世界烟花》中的角色被诟病，但我感觉黄景瑜的演技也不尽如人意。他饰演的消防员虽然有着完美的颜值，但是肌肉却不是很健美，从背面看就像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。当镜头切换到他身上时，观众会感到不舒服。黄景瑜的脖子向前弯着，姿势很不好。另外，他的胸肌也下垂，极其突出，给人一种女人哺乳器官的感觉。再配上他那张强硬的脸，所有人都不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虽然观众可以接受男明星秀肌肉，但喜欢看白敬亭、龚俊这样既清爽又带点酸味的温和表演。黄景瑜的牛蛙身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有视觉冲击力，给人一种油腻腻、臭味十足的健身房男的印象。尤其是因为他的目的明确，就怕别人看不到他的底细。另外，在他从火中来中，他的对话技巧明显不佳，声音总是含糊不清，声音微弱。与杨洋相似的表演风格让人感觉格格不入。比如在剧中得知南素怕火后，他对姜茶生气时的表情，他抬起头的样子，念台词的方式，让人误以为他是杨洋的老师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他和张婧仪饰演的角色之间的感情逐渐显露出来，但他的眼神演技却没有张婧仪那么微妙，浪费了一个看似很有潜力的角色。总之，他从火中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人间烟火。如果不是我的世界的烟火先出并引起网络热议，他从火中来或许不会受到这么多批评。尤其是在人物选择阶段，这部新片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无论你选择好还是坏，你都会受到评判。如果你选择错，你就会受到所有人的嘲笑。然而这部新片在女主角和男配角的选择上都存在问题，无法完美地表达原作的特色以及男主角的悬念。不过，随着该剧目前的播出，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线也开始显露出来，剧情风格也更加戏剧化，有助于更好地刻画消防职业。剧中的一些片段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可见导演的诚意。如果黄景瑜能在续集中不那么酷，他的名气或许会有所提高。那么，你觉得他在剧中的表现怎么样呢？